前线的俄罗斯军队正面临缺乏弹药的窘境，眼下的朝鲜也处在缺粮的境地当中。因此，有中国网友调侃俄罗斯和朝鲜，称他们是一个弹尽，一个粮绝。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这次访问朝鲜的行程恐怕不只是以粮换弹这么简单。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普京大可不必亲自跑一趟，这背后或许涉及到一盘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棋。那么，普京的这次访朝之行到底是为了达成哪些目的呢？普京的这次访问行程又会给俄罗斯和朝鲜乃至世界格局带来多大的影响呢？6月19号，普京乘坐的专机降落在了朝鲜首都平壤的机场跑道上。普京这一次对朝鲜发起的访问行程，距离自己的上一次的访朝之行已经过去了整整24年的时间。上一次普京到访朝鲜时，接待他的还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因此这一次普京对朝鲜的访问行程，对于两国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局势的未来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普京走向飞机舷梯之后，早已等候在旁的朝鲜民众就对他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普京和金正恩也平行向前来迎接俄罗斯代表团的朝鲜民众示意。随后，在朝鲜方面的安排之下，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了依据朝鲜特色的外交晚宴活动。在外交晚宴活动之后，朝鲜方面还为普京等人安排了一场极其盛大的音乐会。有媒体发现，金正恩在招待普京时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在朝鲜方面为普京设置的欢迎晚宴上，俄罗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不仅享用到了松露、龙虾以及极具朝鲜特色的冷面，同时还喝到了朝鲜为他们准备的杜鹃花酒。为了展示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普京在访朝期间特意向金正恩赠送了一台俄罗斯生产的奥鲁斯牌汽车，而作为回应，金正恩也向普京赠送了一对朝鲜本土产的风山猎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亲密举动很快就登上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在相关的消息刊发之后，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亲密关系了。果然，就在普京到访朝鲜的当天，俄罗斯就和朝鲜签订了一份新的条约。根据这份条约的内容显示，未来俄罗斯和朝鲜将会结成类似于准军事同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一旦朝鲜和俄罗斯中间的任意一国遭到了来自第三国的攻击或侵略，另一方都将依据条约对对方展开帮助和支援措施。而从当下俄罗斯的处境来看，这份条约显然适应了俄罗斯和朝鲜的需要。因为前线的俄罗斯军队已经陷入了弹药短缺的境地，俄罗斯政府必须想方设法地为前方的军事人员补充弹药，而这个时候朝鲜也急需来自俄罗斯的粮食来缓解国内的局面。众所周知，朝鲜一直处在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朝鲜政府急需解决本国的粮食生产问题。很多时候，朝鲜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还必须要对外进口，而只有中国和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愿意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去年9月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方面就曾经明确向朝鲜提出过由俄罗斯政府对朝鲜提供粮食的计划。但当时双方并没有就这一计划达成共识。不过，朝鲜境内的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朝鲜的官员和民众，所以在这一次普京访问朝鲜的过程当中，有关粮食那个话题依然是双方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全世界储存武器弹药最多的国家之一，朝鲜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的最直接价值就体现在军事层面上。朝鲜庞大的武器库和弹药库正好可以缓解俄罗斯军队目前的弹药压力。有人计算过，如果俄罗斯军队想要趁着夏季对乌克兰军队发动一轮大规模的猛烈攻势，那么俄军一天至少要消耗5万发各式炮弹，其他的子弹和手雷消耗量更是不计其数。以目前俄罗斯境内和乌东地区的军工厂产能来看，俄罗斯很难以自身之力来缓解前线部队的弹药短缺情况，所以普京必须要求助于朝鲜，甚至是越南，这才有了这次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两国的行程。有外国媒体报道称，已经有人目击了朝鲜士兵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情况。这些朝鲜士兵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而是帮助俄罗斯军队挖掘战壕。除此之外，早在去年秋天就有外国媒体爆出，有人在俄乌全线发现俄罗斯军队正在使用朝鲜生产的导弹，而且俄罗斯军队的弹药库里还储备了一些朝鲜生产的武器弹药。这证明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其实早就在暗中悄悄地展开了。这一次普京对朝鲜的访问，只是想进一步的加深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同时也想与金正恩就其他方面的话题展开讨论。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与朝鲜本轮展开的外交活动的确是围绕着双方的利益交换开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京只是将目光放在了朝鲜与俄罗斯的短期合作项目上。俄罗斯和朝鲜是休戚与共的邻国，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绝不仅仅只局限于眼下的弹药问题和粮食问题。
眼下，两国关于弹药和粮食问题的合作，只是双方在合作领域迈出的第一步而已。事实上，普京对朝鲜的这次访问之行，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来说，绝非寻常之事。因为普京这次访朝之行的背后，其实深藏着一盘改变东北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大棋。俄乌冲突对于美国的重要程度不容置疑，正是因为俄乌冲突的长期维持，美国才能让欧洲各国与俄罗斯始终保持对抗的状态。俄罗斯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更是因为俄乌冲突被彻底搞僵。如果美国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扳倒俄罗斯，使之分裂成更多的小国，那么美国就可以集中精力在亚太地区围堵中国的发展，甚至将矛头直接对准东北亚的朝鲜。但现在，朝鲜能够给俄罗斯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就意味着俄罗斯军队有了在俄乌战场上与西方各国长期僵持的资本，这将有助于俄罗斯进一步的消耗西方各国的实力，更令美国及其他的西方国家无暇东顾。同时，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身的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被卷入当前混乱无比的世界局势当中。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取得对台海、南海等多个方向的主动权。就在上个月，中国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与俄罗斯政府共同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了要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事宜。此举不仅会令中国的东北地区获得图们江出海口，也将促进朝鲜全境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向前推进。眼下，俄罗斯和朝鲜的联合也将有利于巩固中俄朝三国携手合作的局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实施打压。在苏联解体之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对于中俄朝三国来说更是恶化到了极点。眼下的三国通过种种外交手段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刚好可以让三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对抗来自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而这也将会为全世界反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民众带来希望的曙光。当前的美国已经将绝大部分的战略力量都对准了亚太地区，而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合作，或许是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突破美国霸权防线的一个难得的支点。因为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合作，让其他国家看到了突破霸权主义防线的希望与可能，也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逐渐衰落的事实。越是在这种时候，美国维护自身霸权主义体系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也就越高。当双方之间的对抗局势发展到最后，美国必然会因为无法支撑眼下的局面而彻底陷入崩溃。届时，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格局就会快速形成，而亚太地区和东北亚地区就将成为这次时代潮流当中的风暴之眼。虽然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外交往来做出过多的评价，但中国对于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策略始终都是支持的。普京的这次访朝之行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将会对当今这个世界的局势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从这次由俄朝两国创造出的契机中收获自己的发展成果。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股快速变化的潮流当中，在新旧秩序交替之际，各个国家、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危险和机遇往往是共存并列的，也许当下的这股潮流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当美式霸权主义的大厦彻底崩塌的那一刻，当前每一个为构建新秩序做出努力的国家和民族，都将收获来自全人类的崇拜和欢呼。